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22号，咱们今天呢聊3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3号周二的时候将访问中国，耶伦这个前脚刚走啊，这个布林肯的后脚就来了。这次来北京呢，布林肯可谓是善者不来，他将代表拜登政府跟习近平在这个俄罗斯的问题上，就是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呢摊牌，甚至可能对中共的银行系统进行制裁。现在有分析说呀，这个美国可能会通过把中共踢出这个 SWIFT，也就是电汇系统，来对中共的这个银行进行制裁。这个事儿我认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意味着说中共的这个进出口呢可能会暴跌50%以上。如果欧盟也加入这个制裁的行列的话，那中共的进出口呢几乎就会被清零。而欧美呢之所以不愿意跟中共脱钩断链，就是怕对全球产业造成冲击。所以我觉得制裁个别的银行和所有的违规企业，祭出更加严厉的这个芯片禁运政策，包括对这个犯事者个人做出惩罚，可能才是美国现在准备从工具箱中拿出的工具。但是呢，习近平如果不援助俄罗斯的话，也会导致中俄的交恶，让中共呢在国际上的盟友变得更少。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中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复杂的关系，也说一下在中国产能过剩之后的内卷和外卷。今天想说的第二个新闻就是，中共的前外长秦刚啊，在去年突然失踪和被解职之后呢，他的内幕就持续的发酵。现在有最新的消息说，秦刚和傅小田呢生下一个孩子。那这个去年4月份，傅小田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之后呢，立刻被当局带走，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被做了这个 DNA 的鉴定啊，证实呢确实是跟秦刚有关系。其实越是有这种传闻呢，秦刚案的迷雾呢就变得越深，除非呢这是为轻判秦刚制造舆论。今天想说的第3个新闻呢，可能也是关心美国的朋友最忧心的一个新闻。最近呢，在这个哥大，就是美国的这哥伦比亚大学啊，这是常春藤学校之一了，出现了疯狂的反犹主义，以至于校园被迫关闭，至少有140人被逮捕。目前这个危机呢，也蔓延到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美加的名校。我觉得这一次危机呢，会进一步暴露所谓左派进步主义对美国教育的伤害。我们一会儿呢会展开讨论一下这件事儿对美国高教的影响。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就是进入这个工商资讯啊。其实呢我们这个频道大家知道已经被油管停止了盈利，所以呢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赞助商啊对我们频道进行支持，我们是表示非常的感谢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跟油管沟通，就是我们这个频道被停权的原因哈，不知道这个过程还需要多久。那么所以呢，对我们这个频道的赞助广告是我们维持团队运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径了。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美国纽约有一位女士叫做 Grace 啊，她呢在这个以前呢曾经患有肺的纤维化，咳嗽严重，浑身乏力，无法正常的生活。每天是连话都不想说的啊，求医多年呢也没有什么效果。那这个很多求医的经历呢，让他觉得也非常的失望，就是因为这个身体也没有好转。后来呢，他就找到了扁康丸，服用1年半以后呢，他说自己都可以出门旅游了。扁康丸呢是著名的韩医徐孝熙院长研制出的一款清肺天然的保健品，经过50多年的临床实验，扁康丸呢已经帮助全球16万鼻炎、哮喘、皮肤病和肺部疾病的患者恢复了健康，被誉为是传统医学的奇迹。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目前市场上带有扁康丸这样的产品很多，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扁康丸，请在节目下方啊查看这个链接，这个呢是通往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官方指定网站的链接。您可以点击右下角专家咨询进行咨询啊，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拨打热线。扁康丸呢，在世界多个国家提供客服的热线，包括北美、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澳洲、欧洲和中国大陆等地。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言归正传哈，来开始聊第一个话题。几周之前，耶伦访华和上个礼拜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呢，都提出了2个欧美最为关切的问题，一个呢是中共帮助俄罗斯重建军工企业，
并且呢提供这个俄罗斯所需要的芯片、机床和制作炸药的原材料等等。这个其实已经跟这个直接援助俄罗斯没有啥区别了哈，就跟中共把一些工厂搬到墨西哥去生产，然后呢给自己的产品贴个墨西哥的标签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共这个新三样嘛，就是所谓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对外倾销的问题。那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个事儿哈，就是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上个礼拜五呢，7国集团的外长就是 G7 啊，全球这个经济最发达的7个国家，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发表了一个对外的宣言啊，对外宣言的话就表示说7国外长一致同意的这么一个 message。在这个宣言中呢，这个7国外长一致强烈的警告中共在帮助俄罗斯重建和振兴它的国防工业基础。布林肯说，中共呢是不能鱼和熊掌兼得，说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那这个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啊！你这样做的话，你不能够一方面想跟欧洲国家建立积极友好的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却在助长冷战以后对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布林肯在意大利的这一次表态呢，其实就是给这一次北京之行热身的。英国的《金融时报》在4月20号的时候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布林肯这一次将会严厉地警告北京，除非停止对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国防等方面的支持，否则呢，华盛顿将祭出惩罚性的措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的实体实施严厉的制裁。当然，这个制裁呀，咱们刚才说了哈，能够到什么程度呢，却很成问题。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够再进行美元结算呢，比如说中国银行、中国建行等等这些银行不能够再进行美元结算的话，那么中国对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就会基本停止。很多人说中共不是在一直推动人民币结算吗？对，虽然中共在推动呢，但是呢，这个人民币结算呢，就像是跟俄罗斯啊，或者比如说跟越南呢，就跟周边一些小的国家，巴西啊、南美国家等等哈，他们可能是在推动人民币结算。但是这些国家呢，通常来说，它这个货币都比较不稳啊，就是它的汇率波动很大。那如果跟中共进行人民币结算的话呢，反而汇率还会稳一点啊，就不像委内瑞拉啊，它可能一下这个汇率可能贬值20%、30%啊。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话，对于委内瑞拉那边的话，他们是占便宜的啊，包括对普京来说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个它的这种稳定啊，是帮助了那些比如说这个南美的国家或者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这个人民币呢，真的是想这个在欧美和这个或者是澳大利亚、日本之间这个贸易也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人家是不会接受的。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它占的比例非常的低，大概只有2点几啊，美国是42点几。大家可能会觉得哦，美国好像也没有过半嘛，对吧？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家要注意哈，之所以欧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那是因为欧洲国家之间他们通用欧元。比如说这个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这个交易，当然是用欧元结算，因为欧元是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币啊，对吧？它就没有一个汇率转换的问题嘛。而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经济又很发达，互相之间的贸易呢又非常的紧密。所以呢，当他们互相之间这个进行贸易的时候，采用欧元结算，那当然，这个欧元呢就变成了，看上去哈，就是在国际结算中它的比例就很高。实际上其实是它只是欧元区内部的结算啊，一旦除了欧元区之外，基本上大家还是使用美元结算的。所以确实美元在全球贸易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它不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它也不是一个区域货币啊，它是一个全球的货币。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中共不能够进行美元结算的话，它其实呢，就是用人民币结算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因为你不能用美元结算，说明你这个国家正在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马上就会出现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甚至可能政府会发生更迭。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你的本币就是人民币，它的信用也会被带崩啊。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进行美元结算的话，你的人民币结算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对中共的杀伤将是致命性的。但是呢，这是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一个动作。因为欧美呢，他也会担心动作过大会造成全球产业链的崩断啊，它一定会伤害到自身的经济嘛。所以中共他一定会利用这一点跟美国博弈。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说布林肯这一次一去之后的话，就像当年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把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的系统啊，就是这个国际电汇结算这个系统一样啊，这个事儿会发生在中共的身上。我觉得这一次呢是基本上不大可能。除了援助这个俄罗斯之外啊，这个布林肯肯定会谈到中共产品对外倾销的问题，就对美国的电动车、太阳能面板和电池啊这个倾销问题。另外就是台海和芬太尼的管控。关于台海问题，双方肯定会谈，但是一定是老生常谈哈，不会有任何新鲜的这个消息放出来啊。主要就是针对520嘛，就是还有不到这个这1个月的时间，大概还有4周的时间，赖清德就上台了。那肯定是美国警告中共不要在台海制造任何的危机。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就是说一说啊。我估计中共可能会卖美国一个面子啊，最后口头上骂2句可能就过去了。对于芬太尼的管控哈，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美国是极端的恼火啊，因为美国国会有一个叫做应对中共威胁的特别委员会嘛，在上个礼拜2公布了一个64页的报告，指出中共像对待合法商品一样，对这样的剧毒的芬太尼的出口提供退税啊，这个芬太尼的毒性非常大啊。然后呢，不光是中共鼓励芬太尼出口提供退税，甚至还占有这些生产芬太尼前体的企业的股份。由于芬太尼的过量或者芬太尼中毒啊，造成美国的死亡人数继续飙升，平均每天会导致200名美国人死亡，一年就是7万多人呐。这个简直比美国在越战中死亡的人数还多，是吧？所以中共等于是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而且死亡的人数呢是在18岁到45岁之间，主要是这个年龄段之间的人，那就是美国大兵的年龄嘛，对吧？尽管习近平在旧金山跟拜登举行峰会的时候承诺打击芬太尼的制造和出口，但实际上习近平毫无作为。这一次布林肯应该也会带着一些制裁工具啊来跟中共谈这个芬太尼管控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说中共在面对着这个气势很盛的布林肯哈，中共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应对的方法。因为如果中共减少对俄罗斯的援助啊，普京肯定会非常的不爽，而习近平是把普京当爹来孝顺的。4月9号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耶伦前脚还没走，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就来到了北京，相继会见中共的外长王毅和习近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啊，当时有一个报道说，拉夫罗夫呢在这个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表示说呢，这个中共呢希望普京在2024年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很高规格的元首访问的，这最高规格叫国事访问嘛。然后习近平还见了拉夫罗夫，咱们就看这次习近平会不会见布林肯啊？习近平见了拉夫罗夫啊，俄罗斯的外长，但我相信习近平可能不大会见布林肯的。习近平呢，这一次见拉夫罗夫的时候，其实是为普京来进行国事访问敲定一些细节的啊，启动这个全面筹备的工作。因为今年呢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习近平如果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不能够再继续孝顺俄爹了哈，那么普京呢一定会转身去拥抱金正恩。金正恩投靠普京啊，他能够得到的帮助比从中共这里拿到的更大啊。比如说他能够拿到俄罗斯的导弹技术啊，他能够拿到俄罗斯的粮食和能源，他还能够输出自己生产的炮弹。就金正恩如果跟中共比如说要粮食啊要能源呢这个完全就跟要饭的一样啊，乞讨。但是跟俄罗斯呢有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啊，就是你给我粮食能源我确实缺，但是给我导弹技术我确实缺，对吧？但是呢你也缺我生产的炮弹呢，对吧？这样有一种平等的交换的感觉，这个金正恩肯定会特别爽，对吧？那过去呢，这个中共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他才是唯一能够控制北朝鲜的国家。当他给自己设定了这么一个，咱不能说人设了哈，就是这个国家定位的话呢，国际社会一旦想约束北朝鲜，他们就会去感觉有求于中共。但是呢，如果金正恩跟普京眉来眼去了啊，习近平控制不了金正恩了，习近平可能会很吃醋啊，心里面会感觉很酸的。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布林肯一定会谈这个对于俄罗斯援助的问题，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对外倾销商品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连习近平自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现在哈，就是欧美还没有祭出关税制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中共的出口还没有遭到那么多限制的情况下，中共的电动车行业已经陷入疯狂的内卷了，就是在已经可以输出一部分产能的情况下，
中共的电动车行业已经疯狂的内卷。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中汽中心的专家叫吴松全他呢坦言说，以中国国内销售为主的新能源车企普遍亏损，每卖一辆亏损介于1万人民币到3万人民币之间。而电动车销售以这样一种亏本的方式就是以放弃价格来换这个销售量，这种现象并不健康，而且呢，没有车企可以长期这样赔钱赔下去，所以呢，会有这个大量的车企很可能撑不住之后就会淘汰出局了然后他们这个车企关闭，又造成一大波的这个失业潮，然后他们的贷款还不上，又造成一大批的坏账。中共这个电动车在这个现在国内打这个价格战呢，这个内卷非常的严重。比亚迪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发动了全面的价格战，特斯拉不得不跟进然后的话它也降价然后呢又变相或者是变相的降价。那这个理想汽车呢也被迫卷入价格战。最新的消息就是4月22号今天嘛，这个理想汽车宣布，除了4月18号刚刚上市的 L6 车型之外，全系列产品降价。根据车款和版本不同，车价下调 1.8 万到2万不等。纯电动车这个 Mega 降价3万降的幅度是最大的。那之前买的这个车的，你比如说你2月份刚买，3月份刚买，突然之间降了1万8、2万怎么办呢？理想汽车说，这些车主他们将获得现金的回馈。所以现在中国3大汽车品牌理想、这个比亚迪还有这个特斯拉全部都在降价，全部都是以价换量那行业整体的盈利情况就会急剧的恶化。从2017年到2023年中国汽车的营收呢增长了很多从这个8.8兆增长到了10.1兆，但是利润率从 7.8% 下降到了 5%。5%是个什么概念？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 5.8%， 就是汽车行业的利润率比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要低。更惨的就是2024年前2个月这个中国汽车的产业它的利润率呢进一步降低到了 4.3%， 就是从 7.8% 降到 5%， 从 5% 的话再降到 4.3%。这种亏本的价格战是欧美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的你在国内都卷到这个样子，出口的时候的话，加上国家有退税，可能会降得更多。因此呢，欧美国家会祭出关税保护。那中共怎么办？中共的做法它就是绕开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这个标签怎么办呢？这个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当美中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川普不是对中国生产的商品加税吗？当时很多公司呢就搬迁到了墨西哥北部的工业园区。我们知道墨西哥跟美国之间是接壤的嘛，像德州就是那个阳光带的那些州它是跟这个墨西哥北部接壤。这样的话呢，生产完了之后的话，可以很快就运到美国，这个物流成本也节省了。中国有一个家具生产公司叫敏华家具，他们呢就在墨西哥开生产线然后呢这个雇墨西哥人来工作。他的总经理于肯伟在这个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个我们希望这里边的产量未来还能够增加3倍到4倍。他说他们是2022年的时候才来，已经在墨西哥雇了450个员工了希望再过几年的话，员工数能增加到1200多人，然后再开几条新的生产线。墨西哥其实这个就是中共这帮企业搬到墨西哥其实是一个就是增加自己利润，然后呢这个能够维持企业生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就墨西哥人我们叫他们老墨嘛。墨西哥人呢是干活很努力然后呢要的钱也不多。其实很多这个来美国的移民大家就是经常讲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除了那些犯罪分子之外，真正那个很多来到美国的移民，他们工作是非常勤恳的，因为他们本来在国内的时候生活条件就不好嘛，那到美国的时候的话，他们也并没有指望说一下子发大财，跟美国人一样这个挣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工作非常的努力而且呢就是他们这个要的工资真的是比美国人低很多的。你像很多这个搬家公司什么都是老墨帮你搬家，很多这个修水管的这个建筑工人什么之类的，很多都是老墨，他们这个干活真的是特别的努力。所以呢，就是说当墨西哥人，这就等于是墨西哥这个国家本身经济就不发达是吧？然后当你把工厂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它的地又很大然后呢人口也很多，要的钱又少这样的话它会取代很多中国的产能，让中国企业能够在墨西哥生产能够继续赚钱。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工作机会没有了。当年欧美在把制造业搬到中国的时候，就是 WTO 啊，这个中共加入 WTO 之后，这个美国把很多的这个欧美都把很多的制造业搬到中国了嘛，确实是降低了制造成本啊，让那个企业赚了很多的钱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沃尔玛看到那么多便宜的商品。但是呢，这样做会造成欧美自己这些国家的本国的制造业衰落。那现在呢，简直就好像是报应啊！这个中国呢，也在把制造业迁往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国啊，这个也会造成中国人大量的失业。关于这次布林肯访华，咱们就大概就是讲到这儿了哈。这个咱们下一个呢，这个事儿呢，咱们说一下关于秦刚的传闻。在傅小田消失1年之余啊，这个大家知道傅小田失踪的话，就是因为在去年的4月份嘛。海外的媒体人和平呢，4月22号在视频节目中透露说，根据可靠消息，傅小田是被人设了一个陷阱，然后从美国呢坐专机回中国。当然，他确实是从专机上还发了一些这个是推文还是微信，我不知道，反正就感觉好像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回到中国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啊，就可能会去坐牢了。说他当时回国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甚至专机降落北京机场的时候还匆匆忙忙告诉北京的朋友说自己回来了，说大家想见个面啊，吃个饭什么之类的。结果呢，突然之间他就失踪了啊。然后和平说，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是傅小田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可能在这个入海关前后就被带走了。然后他说，中国有关部门呢还带走了傅小田的孩子做了 DNA 鉴定啊，鉴定结果证实说确实跟秦刚有关联。然后呢，说习近平恼怒之下就把秦刚撤职了啊。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秦刚还有工作作风的问题，还有外交方面啊都有一些问题和错误。其实呢，在这个秦刚失踪的时候，一直在讲哈，大家虽然传这个跟傅小田怎么样，但是肯定不是婚外情的问题。如果是婚外情问题的话，张高丽咋没事呢，对吧？这个习近平能够保住张高丽，为什么不能保住自己的爱将秦刚呢？是吧？秦刚的问题也不会是腐败问题，因为中共高层是找不到一个清廉的官员的，所以这个也应该不是问题。那后来呢，就有传闻说因为傅小田是英国军情6处的间谍啊，所以秦刚和他的关系呢威胁到了国家安全，这个可能才是习近平唯一在意的。但是和平的说法呢，回避了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或许呢是有意放风，是为秦刚脱罪的。其实我倒倾向于感觉这个中共呢是想从轻处罚秦刚，就不只是和平放风的这个事儿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今年2月27号的时候，当时这个 BBC 啊有一个报道说，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那天他有一个这个大家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每逢双月的月底召开会议嘛，2月27号的时候，会议结束的时候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用词非常的蹊跷啊，说这个前外长秦刚呢是辞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然后呢说天津市这个人大常委会就批准了，没有用罢免这个词儿，所以秦刚不是被罢免，而是辞职。从这个用词的话，大概就能够感到秦刚可能会从轻发落。至于说他是不是会被免去中央委员呢？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这个事儿再接着往前拖，我们只能等到3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才知道。最后呢，再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今天看了也有点忧心的事儿就是美国现在高校的反犹主义蔓延。在美国的高校里边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这个疯狂的反犹太人甚至就是有对这个以色列种族灭绝的言论，学校也不管。今年1月份的时候，大家记得就是那个哈佛大学、MIT 和宾州大学的校长，这都是藤校了，他们在国会出席了一个听证会，就是谈到高校的这个反犹主义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当时他们3个人都非常的傲慢就是感觉好像站在穆斯林这一边政治正确嘛。结果呢，听证会结束之后，3位校长中有2位就离任了宾大校长离任了，然后呢，他在国会听证4天之后就离任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盖伊。为什么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常春藤学校他们主要的大金主都是犹太人。那他们如果这个学校疯狂反犹呢，就是反对犹太人甚至是这个支持对犹太种族灭绝的言论呢，这些大金主们他们就不捐钱了，只要他们不捐钱，这个学校就没法弄了就是这个他们就会遇到这个财政困难所以看在钱的份上，这些人也这个支持反犹的人的话，他们也得走人。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由于长期左派控制了高校的意识形态，在高校中，在学生中反犹主义是非常盛行的，而学校呢，他们又在这方面
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啊，他们又无所作为。今天呢，今天是礼拜1号，对，今天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十名教职工，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人，有可能是外面的人哈，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行，抗议纽约警方上个礼拜控制了反对以色列抗议活动啊。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支持反犹嘛，他们就举着标语啊，上面写着是别碰我们的学生啊，和结束学生的停学。所以这次游行的话，就是对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从这个以色列开始清剿哈马斯啊，美国大学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反犹主义者的声音。这个哥大学生啊，他们就是这个 Columbia University 啊，哥大学生他们就宣布叫做占领学校，就跟当年占领华尔街一样。然后耶鲁大学的学生集体绝食，纽约大学 NYU 啊，就是这也是很好的大学了。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密西根大学和麻省理工的加沙团结营地啊，也开始行动。他们就是什么停止自助战争啊，反对种族灭绝啊什么之类，就喊这样的口号。然后呢，当时这个有一个反他们抗议的那个抗议啊，就是他们不是要反以色列嘛，就支持反犹主义嘛。然后有一个犹太裔的哥大的教授，他要反这边的抗议，他也要举行抗议啊。抗议的话就是要反这些反犹主义者。然后呢，当时哥大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啊，让他可以抗议，但是呢，他坚持说他要在跟这个反犹主义者挨着啊，他们在这块抗议的话，我又在他们旁边抗议，我抗议他，因为我抗议的就是他们，我得让他们看见我呀。结果呢，这个教授他被学校给停职了啊，他的员工卡都被停了，就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哥大的校园啊，被禁止进入哥大校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哥大对于这个反犹主义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纵容啊。但是呢，这个纽约州州长是站在犹太人这一边的，然后呢，这个纽约市的市长那个 Eric Adams 他也是站在犹太人这一边啊，他们都觉得不能够让大学这样的这种反犹主义这么蔓延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双方较劲较得很厉害，但是呢，就是有很多像这个哥大捐款的这些犹太人，就是犹太富商嘛啊，他们就这个在考虑停止对哥大的捐款。现在哥大的这个事件已经惊动了白宫了啊，白宫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谴责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啊，然后呢也谴责针对犹太人的这个暴力的行为。现在哥大等于是这个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嘛，所以为了防止这个犹太的学生到哥大之后受到伤害啊，所以就是哥大就把所有的课程改在线上啊，就敦促犹太学生待在家里啊，不要去上课。今天是这个警察抓了40个人，上个礼拜4抓了100人，其中包括那个国会里面大家记得那个就是奥马尔，就是那个伊尔汗，就是那个我突然间忘了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了哈，就是那个黑人嘛，就是他是穆斯林，就是他老裹着那个穆斯林头巾的那个奥马尔哈，就伊尔汗奥马，明尼苏达的那个国会议员嘛，他的女儿也是在哥大抗议的时候被捕。但是呢，就是说不光是哥大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大概也有200多名学生啊，也是这个聚集在哈佛校园去声援这个哥大的抗议者。然后耶鲁大学呢，还有一个学生进行7天的绝食。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真的很奇怪哈，就是你花7天时间绝食，你就不能够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的真相嘛，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这个哈马斯他们犯下了什么样的反人类的罪行是吧？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这加拿大的学校了，他们现在也在举行类似的绝食抗议。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很多左派的运动啊，他们都是被犹太人推动的像索罗斯嘛，就开放社会基金会，他就是一直在推动左派的议程，推行这个政治正确啊。于是的话呢，就是说，就助长了这个对穆斯林方面的这个政治正确。穆斯林是不能批判的，而穆斯林的话，他们又是反犹太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整个转了这么一圈之后的话，这些支持这个左派议程的人呢，他们犹太人啊，他们真的是被他们自己的行为给反噬了backfire 了他们自己被伤掉了。这个其实从我们看到的这个藤校这种反犹主义者，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学里边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没有常识的、对于历史一无所知的这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你抗议没有问题，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 critical thinking？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 facts 是什么，是吧？你知不知道那个以色列他们现在在进行的是一场就是
寻求正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啊，就是当你杀了我的人的时候的话，我必须得让你付出代价嘛，我们必须得把这些人质营救出来，我们必须得把那些这个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事儿，哈马斯他们拒绝释放人质啊，但他拒绝释放人质的话，那以色列他一定会要去做这个解救人质的行动。那你为什么不劝哈马斯让他们把这个人质放出来呢？对吧？所以就说这些人他们第一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啊，就是这我觉得你怎么配做一个大学生呢？第二，你没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所以这就是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让人非常忧心的现状，政治正确压倒了一切。现在还有这个一些是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教授在各大的这个校园里边演讲啊，就是呼吁他们继续抗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左派的这样的祸害吧，真的是把这些藤校都给毁掉了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个话题了。最后呢，感谢一下加州的池女士、大陆的水先生和秦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现在是被停权了，没有广告，没有收入啊，所以就是欢迎大家，通过订阅我们的这个会员呢，来支持我们啊，来让我们这个团队能够继续有钱继续运作。这个链接呢就在视频的下方。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